学习写程式为什么重要呢？那因为在电脑的程式里面，逻辑是很重要一个部分。你要能够去分析问题，然后拆解问题，才能够解决问题。所以当你学会程式语言以后，这部分的训练就可以增强你逻辑思辨的一个能力。电脑的程式语言怎么运作？那我们知道怎么运作以后，很重要是我们人脑要怎么思考，怎么去应用这些电脑有的这些工具，对不对？在过去的话，我们学习这个电脑的技能，可能还是以文书处理或者是上网查找资料为主。可是，在未来的话，我们应该要能够有这个编写程式的能力，才能够应付未来更多工作的需求。我们的目标对象是政大通识课的学生。那这些学生多半来自文法商的背景，比较没有理工方面的一些训练。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让他们去了解程式是什么，然后可以动手去做一些练习。另外的部分是我本身是数位内容学程程式设计基础课程的授课老师。这一个课程的学生其实已经学习了1个学期的程式基本的概念。那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让他们把学习过的东西做一个消化和重新整理，然后把课程做分成不同的章节做一个包装。这次活动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教学方式不是直接用电脑的影片，或者是直接老师在课堂上讲，而是让同学们用表演的方式去把这些程式的基本逻辑表演出来。那我来问一下，那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它的石头就会翻回来，那它就会变成水精灵，对不对？那在走过去的时候，遇到火之石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火精灵。那这就是我们游戏的玩法。比如说像是变数，怎么样储存在这个电脑的记忆体里面，我们用人的方式把它演出来。你是哪一种 data type？ 然后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Ray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，那这样的资料结构在电脑里面是怎么处理的？帮他们编号，他是学生0号、学生1号、2号、学生3号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我们有一个 student score 的 array。甚至像 loops 这种有反复执行的一些功能，那电脑是怎么样运作的？而且 i 等于5，然后它还是小于6，所以它会再发1颗糖果。i 等于6咯，那6是不是不小于等于6？所以就会那个同学就没有糖果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糖果，对。好。一步一步，我们用演戏的方式把它演出来，让同学可以很快去理解这个电脑运算的方式。那当了解原理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 exercise， 所以我们的同学也会设计不同的练习，让同学直接利用笔电或者是平板电脑，利用 Web 的界面把程式码输入进去，就可以马上看到程式执行的结果，让同学们更生动有趣的去学习这个程式语言。希望能够让这些原本不太了解程式，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接触这个程式逻辑的人，可以去喜欢上程式，然后对程式感兴趣，未来也可以加入这个程式设计师的行列。